带回去。等一下，王爷，太子殿下担心。此人欲将刺杀王爷的刺客灭口，王爷要亲自提审，就不劳烦太子殿下费心了。 王爷想要的证据，等我出了诏狱才能给你。自以为是，本王不需要。那王爷来是为了送你最后一程。念你手下留情，本王可以完成你一个愿望。我此生只有一个愿望，手刃屠城真凶。 你凭什么认定本王不是真凶？10年前，我刺杀过王爷，王爷放了我。放了你是为了折磨你。你在折磨自己。王爷宁可认下屠城这个罪名，哪怕遭天下人唾弃，也不愿解释，当年青州纵火之人，不是真正的魏北军，真正的魏北军。 哪怕面对百姓的围攻，刀口也会朝向自己。入城的那一日，我看到了。既然你早已认定，为何还要在大宴上动手？我必须完成暗场的任务，拿到解药。可你不仅没等到解药，还等来了暗场的灭口。那今日我也等来了王爷。王爷只管救我出去。 剩下的我会自己想办法。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诏狱，要看你的证据值不值得。我亲眼看到了纵火之人，他们身上带着魏北军的令牌，令牌是假的。令牌呢？等我出了诏狱，自然会给王爷。 两头下注，死得更快。王爷和我都是为了死人活着的人，冤魂不安息。我们不敢死。杀也不是，不杀也不是。青州之恨，久则生变。是儿臣之过，儿臣愿赎罪，平息青州之恨。你以为赦免一个青州人就可以消灭仇恨？重建一个青州不难，难的是收复人心。 平南军如今在青州百般掣肘，都是在替你收拾烂摊子。儿臣认罪认罚。行了，罚也罚够了。青州是慕容家的青州，难不成还要朕的皇子给他们赔命不成？起来吧。 小人微微不怀德，青州遗孤竟敢御前刺杀，不杀，不足以正我天威。父皇，不能杀。在京北，那美人有无数次机会接近儿臣，可她为何偏偏选择和亲大宴才动手？这背后定有阴谋，有人想要借助青州之恨，挑起事端。那梅林，无论是青州遗孤。 还是和亲美人，都杀不得。杀了，便会掉入他们的陷阱。杀了青州遗孤，则会让百姓生怨，危及社稷；杀了和亲美人，
会引发两国猜忌，影响核心大局。你有办法？父皇，梅林刺杀儿臣，是因为儿臣此前曾无礼赵信，欺辱了他。他对儿臣是男女之恨，与青州之恨无关，更与和亲大局无关。你并非荒唐好色之人，这个借口不足以使人信服。父皇，人是会变的。天下人相信当年的威北军将军能够放火屠城，也一样相信如今的景王荒唐好色。皇上，皇上，让我娘娘，娘娘，皇上，娘娘不可，娘娘，娘娘，皇上，求您放过梅林，都是景王，是他先欺负的梅林，而且他还当着我们的面胡乱杀人，梅林也是因为害怕才会被逼动手的。你别不承认，刘公公看见了，好多人都看见了，他们都能作证的。父皇，儿臣认罪。西耶梅林刺杀皇子，罪不胜书。然景王陈情恩赦，自罪逾矩赵信，才致美人心怀怨恨。朕体察贱民，私怨并非国仇。大言西耶和亲，乃交好之始，普天同庆，故赦死罪。御前持任，罪及鞭刑。刑后恩怨两消，永不复言。钦此。张大人莫要高兴得太早，死期一旦变活期，就表示他有了别的用处。王权，待会儿让执鞭的奴才尽点心。是。三鞭下去，本宫要景王保不住这颗棋子。殿下，圣旨。圣旨，圣旨说的是刑后恩怨两消，可没说必须得活着。一个吸烟美人连番受刑，扛不过去，不奇怪。总之，景王要救，本宫就杀。慢着，王爷。鞭子拿来。王爷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既是美人与本王的恩怨，那由本王执鞭，有何不可？拿来。这根不够粗，太细了。这根还不错。
鞭子泄力了。王爷和我都是为了死人活着的人，冤魂不安息，我们不敢死。即便你还有恨，本王还是舍不得美人。你刺了本王，本王也打了你。如今咱们两个恩怨两消，可好？多谢王爷相救。他是本王的人，是生是死，本王说了算，就不劳烦东宫辩解了。下去吧。令牌呢？令牌藏在了红炉寺的树下。王爷知道屠城真凶是谁吗？令牌是不是可以指认真凶？你已成为暗场弃子，还是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我会想办法活下去。倒是王爷，暗场没能杀掉你，会再派人动手。这个不劳你操心。你毒发将至，青州的仇，本王一并报了。青州的仇，得由青州人来报。王爷，没事。王爷腿上有旧疾，本就不能常去赵玉那些阴湿的地方。郎中说，王爷方才执鞭强行运功泄力，损了心脉，要服用一些归脾散。王爷，即便您从太子鞭下救下梅林，可他即将毒发。王爷放心，赤福子可解百毒。死不了。梅林手里的令牌果真是假的。想查假令牌，还有当年军制司上下所有相关人员。或许这真的可以成为东宫罪证，怪不得王爷要打断计划，冒险去救梅林。王爷，你的伤
死不了。太子为了自保，必然会守着张印。咱们的离间计成功了，接下来只等张印开口反咬太子。盯紧张印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来报。是。把殷将军送来的东西抬到库房。慢点儿，往这边走。大家都小心一点。殷将军换班回京了，这人还在路上，就差人将一箱箱的补品送来。王爷，殷将军这些年还是记挂你，照例入库吧。是。殷将军回府，随时来报。将军听闻景王遇刺，连夜赶回召京，一路上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上。为何此刻不去景王府探望了？本将无需亲自探望，已经送去补品了。他若想回礼，会亲自登门。将军年年送礼，年年毫无回应，将军又何必白费这心思？这是刺杀景王的那个西安美人的画像。我让你查他身份，你给我他画像做什么？啊，此人身份我已经查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圣旨所说应该就是真相，他不堪受辱，所以刺杀景王的。哼，还挺有骨气。景王这些年真是越发的荒唐，将军何必还惦记着他？同袍一场。我实在不愿看他就此沉沦。不过，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应该已经改变了。西安美人御前刺杀，他能求情不计较，无非是顾全两国和亲大局。快点，赶紧搬进库房，快！这是景王送来的回礼？不是，兵将军。是太子殿下送来的，恭贺将军回京。我们带回来的东西，挑两样给东宫送过去，就当回礼了。是。你这丫头太野了！皇上说，只要我能打赢你，便能随你们一同出征西燕。那我更不能让你赢了。在这场上，本将可不能腾出手保护你啊！我才不要你保护！上好的千年寒铁所制成的，只有这一把。给我的！老规矩，赢了才是你的。本将赢了。殷将军武艺超群，景和甘拜下风。不过，既然我送了你一个宝贝，你也该还给我一个宝贝吧。你想要什么？等我想好了回礼，再向你讨吧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
将军，咱们多年未见，今日不醉不归。啊，可惜只有美酒，少了些乐趣。不如叫几个武器过来助助兴。将军府可没有武器。哎呀，可惜了。本王听闻殷将军得了一南洋宝物赤福子，听闻此物解千愁忘百忧。你说是这杜康解忧呢，还是那赤福子解忧啊？这就是你来将军府的目的。如果将军肯割爱的话。你可知此物久服会致人神志不清？知道啊。不过本王看将军可是清醒得很呐。我吃赤福子是用来止痛的，而你是用来沉沦避世。我以为你已经想通了。早想通了。佳人在侧，金樽美酒，可不比那些枕戈待旦的日子逍遥快活多了。连营吹角，沙场点兵，护大燕国境，万世太平。渭北将军的宏图壮志，你都忘了吗？现在哪还有什么渭北将军啊？是逍遥景王。渭北军没了，还有平南军。只要你能重拾志向。本王是罪人，让罪人带兵上阵，无颜面对青州百姓啊！青州已经烧了，但只要青州这个地方还在，它就能滋养大燕的万千百姓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渭北军葬送青州，就当是赔罪了。不值得再葬送渭北将军。将军一席话，振聋发聩呀。可惜本王郁结多年，一时难以解开。本王是为了赤福子而来，还望将军不吝相赠。好，老规矩，赢了便是你的。将军武艺超群，整个大燕将士无出其右，本王甘拜下风。那这赤福子便不能给你。殷将军，这把匕首的回礼该还了。什么人？死不了。王爷，张毅去了文华阁，梅林姑娘也去了。
求美娘助我前往西燕。张大人，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。我若死了，这鸿胪寺也就容不下你了。凭借此物，会有人接应你。多谢美娘。参见主人，所有墨脉死士集结完毕。墨脉，擅长主人。景王已经查到我们，青州一旦犯案，必是死路。所有人停止行动，隐藏于民。是。今夜文华阁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原来你才是青州真凶。是林一，究竟是谁？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观众，其草叶似凤尾，其根一本而种之贯之，故根名贯众，可止血去毒。
枫香树，树质微苦，可治血生津。手头不灵了。枫香，树枝高大，树皮呈灰褐色，枝干有绒毛，叶子呈红色，有三角，而香。北境雪莲仙丹解百毒，南阳赤福子解百毒，西域古琴粉解百毒。不必找了，赤福子本王找到了。赤福子找到了，仇人找到了，文华阁莫脉死士。暗藏主人，王爷，梅林为何突然会神志失常？他服用了赤福子，产生了幻觉。他去文华阁是为了找赤福子解毒？莫脉死士恐怕就藏在文华阁。秦燕，速去文华阁。查探张英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你在文华阁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你，梅林参见主人。说清楚，留你一命。赤福子找到了，你休想让我再杀人！我不是你的杀人工具。你利用青州的仇恨去杀害无辜的人，魏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不该死。该死的人是你，暗藏主人。又是幻觉。痛吗？暗场是不能有痛的，是你把我变成了杀人工具。暗场的第一课就是挨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打到你痛死，或者不再喊痛。
来一口。阿爹，阿娘，阿爹，阿娘，来，好女儿。哎，你娘今天就让我喝这一壶，你还抢？阿娘，爹不给我，撒娇也没有用，不给喝。来，吃果饼，吃。甜吗？嗯。我阿娘做的果饼最甜。那是。我想好了啊，等魏北军进城，阿爹，你继续打石头。阿娘，你开个果饼铺子，咱们家果饼铺子生意肯定好。你天天让你爹打石头，你干什么呀？对呀，我护着阿娘呀。哦，阿娘，来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你是孩子，你说这实在是你爹给你打的嫁妆，你插我这儿干嘛？哎呀，我又不嫁人，你净胡说，哪有女子不嫁人的？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嫁了人，我和你爹也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以我的身手，受欺负的是那个人，受委屈的女婿不好招。你们两个就别惦记这个事。不嫁就不嫁，爹养你一辈子。必须嫁。不嫁，不嫁，嫁，不嫁，坚决不嫁，坚决不嫁，不嫁。家没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阿爹阿娘说过，有春花的地方就是家。找到春花，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小花，跟我回家吧。你不愿和我一起回家吗？走啦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花在这儿。跟我回家了。这儿也有花。这儿也有。这有2朵。这儿还有很多。到家了。
王爷，属下刚才替姑娘把了一下脉象，姑娘的末脉之毒未解，赤福子的药性使中毒的表征消失了，只是缓解了毒发，为她换得1年之期。赤福子本可解毒，但是梅林姑娘的体质与常人不同，想必在流浪时为求生计，食过太多腐物，伤了身子。若为了解毒再服用赤福子，会即刻暴毙身亡，没有解药。赤福子带来的希望只是虚妄。是否还有别的办法？属下可为姑娘配置解毒药方，需要许多珍稀药材，找其绝非易事。尽快找，需要什么尽管问。姑娘只有1年之期，就算解药配置成功，她也未必等得到啊。若等不到，那便是她的命数。一颗死棋，竟然走出了活路。王爷，文华阁已经烧成废墟，尸首难辨。毒真的解了？你在文华阁究竟看到了什么？王爷，我看到了暗场主人。暗场主人？他说，王爷已经查到了他参与青州之事，要求所有的末脉死士停止行动。你看到的，是不是一个眉骨有疤的中年男子？他是谁？兵部尚书张印。张印，他就是真凶。他没有死在文华阁，他从密道逃走了。所有的末脉死士都穿了灵衣，显然是遭人灭口。在文华阁纵火之人，是不是和青州屠城有关？本王也在查。张印他为何要在青州纵火？青州一战，本王革了他的职，他怀恨在心。他想杀王爷，可以派很多个像梅林一样的末脉死士执行任务，可他为何要拉着10万个无辜的青州百姓陪葬？本王也想知道。要杀本王尽管来杀，何必要拉着无辜的魏北军将士陪葬？王爷，我们有共同的仇人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如今我已经活下来了，我有资格谈论报仇。姑娘只有1年之期，就算解药配置成功，她也未必等得到啊。这条路，本王不需要同谋。可我知道张印藏在哪儿。本王救你出诏狱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本王的？我有用，我可以帮王爷。本王不需要合作者，而是需要一把锋利的刀，指谁杀谁的刀。我的刀不杀无辜，我只杀青州仇人。王爷，若我只是杀人工具，你早就命丧黄泉了。为青州报仇，我就是一把锋利的刀，即便砍向自己，我心甘情愿。王爷，月行公子来访。王爷，月行公子是来接梅林姑娘的。客到话免了，公子以什么身份要人？
皇上有旨，西燕和亲美人均入鸿胪寺进学研习言文，待学成之后再行分赏。月前领命，总揽事宜。进学，公子为了救人，未免也太大费周章了吧？是，月前是来救人的。王爷既已施恩，还请好人做到底，不要为难他。为难？阿梅，是留在景王府，还是跟月琴公子回去？你自己选。王爷，梅林跟着公子回鸿胪寺。王爷，月琴有皇命在身，还请王爷莫要阻拦。好啊，事出突然，待他梳洗一番，本王自会送他过去。不急，月琴就在这里等便是。等吧。怎么，你想找西燕之子合作？本王提醒你，自你出诏狱起，无论生死，你都是本王的人。旁人的倚仗，于你而言是饮鸩止渴，要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王爷放心，梅林不会依仗月琴公子。张印他要逃往西燕，帮他的女人就藏在鸿胪寺，找到他，就可以找到张印。西燕美人。我没有看清楚她的样貌，我只看到她的脖颈处有一朵芍药花，所以我必须和月琴公子回鸿胪寺。往后要听令行事，令行禁止。本王的所言所行，全都是机密，不可向旁人透露半分。王爷同意合作了。再加一条。不得对本王有任何的隐瞒。好。合作的第一件事，你与西燕质子的交往，事无巨细，一一交代。我在青州时，是月琴公子放了梅林一家的奴籍。总之，他是好人。王爷也是好人。自以为是，本王并不想当好人。那我为何会在景王府？你不记得了？是王爷救了我。是秦叶，擅作主张，路过文华阁捡了你。总之，既活下来，就别白活，去换件衣服。尽快查出藏身鸿胪寺的女人。好，王爷，时候不早了。本王再提醒你一句：复仇之人犹如屠刀旋井，不是他妨碍你，就是你连累他。总之，离好人远点儿。老身是内务府的尚嬷嬷，奉旨教习各位美人。规矩，老身只说一遍，若是记不住，犯了事，只有冰水伺候。美人们醒醒脑子，便记住了。没有芍药花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王爷，鸿胪寺上下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闻着芍药花的女人。梅林姑娘看清楚了吗？是不是出现了幻觉？
本王让你寻人，就是这么寻的吗？那个人还没有找到，可我总觉得那天晚上好像忘记了什么，所以想用冷水泡一泡，看看能否想起别的线索。那想起什么了？王爷说那天晚上是青燕将军救了我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青燕查过了，鸿胪寺上下根本没有你所说的那个女人。本王怀疑你是看到了幻觉。幻觉？赤福子服用过量会致幻。本王昨夜亲眼所见，你产生了幻觉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？事关张印的下落，你必须要记起来。那我再吃一次赤福子，兴许便能想起来。不可，你以为赤福子是什么随便就能找到的东西吗？赤福子不是好东西，往后不许再吃。在幻觉里，把本王的头发当成了野花。记得。这是你咬的，再咬一次。凭借此物，会有人接应你。多谢媚娘。枫香树，树质微苦，可治血生津。魏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不该死，该死的人是你，暗藏主人。小花，跟我回家吧。花在这儿。北境雪莲仙丹皆败毒，南阳赤福子皆败毒。不必找了，赤福子本王找到了。如何？我都记起来了，我是出了文华阁才致幻的，那个女人不是幻觉。芍药花不是此。芍药花是画上去的。那个女人的脖颈之处，必然是有明显伤痕，所以才会用芍药花当做障眼法。人接着找。赤福子，王爷也去找了。本王好不容易把你从赵狱捞出来，死得太快了，岂不辜负了本王的一番心思？以后若有要事，用这个联系本王。整天往鸿胪寺跑，像什么话？父皇，儿臣整日在王府待得闷得慌，去鸿胪寺看看万花争艳，倒是能得些乐趣。只不过一个美人而已。况且此人心里到底存着怒对，还是得小心防着。
你是不是又欺负洛梅了？父皇此言何意啊？他刚换防回京，又自行去了西郊卫所。哎呀，父皇，殷将军一心为大燕练兵，儿臣岂敢打扰啊？说起洛梅一女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啊！儿臣拜见父皇。大哥，父皇，您快换个棋友吧，儿臣真不是您的对手啊！你以为你大哥跟你一样闲啊？文华阁的事调查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意外？是，那夜天干风燥，文华阁奴才忘了关窗，让风吹倒了烛台。阁内都是些字画易燃的宝贝，发现走水时已来不及。这张印大半夜的去文华阁做什么呀？礼部侍郎周玉是他的同乡，这两人一拍即合，密谋吸烟贡品。谁知遇此意外，张印贪财，心有不甘，冲回去，才被困在火场。这些是周玉的口供。一个2品的大员，觊觎贡品，舍命不舍财，有意思。三弟说的有理，但是张印常年待在军营，捞钱的法子少，回京到任兵部，一时眼浅丧失定力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太子，这就是你提拔的人。父皇，玄烈用人不察，望父皇降罪。罢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？张印和周玉的事儿，你看着处理吧。谢父皇。吸烟贡品意外被毁，玄烈有责。儿臣自请协助乐清公子操办鸿胪寺进学事宜，以示请罪。父皇，儿臣也想去鸿胪寺帮忙。不许假公济私。父皇，三弟熟悉和亲使团事宜，我相信他能帮得上忙。是啊，父皇，有大哥帮忙看着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好，看到你们兄弟两个和睦，朕心甚慰。朕记得你刚学步的时候，就撺掇你大哥去御书房偷拿朕的朱砂，兄弟两个对掌相印，糊了仁安殿满墙的掌印。还是父皇记性好。哎，我去看过你的小手印，现在都还在。父皇思念母后，荣安殿如今一切皆照旧制。如今老三回京了，你们兄弟两个去荣安殿看看吧。是，10年了，母后，你终于等来了三弟。那绣架是我不小心打破的，谁知母后不由分说，便打了你一顿。德嘉皇后怜我生母早逝，在我们兄弟之间总是更偏心我一些。你总说大哥让着你，有母后这份恩情在，我又怎能不让呢？
大哥若执意相让，不如让出这储君之位如何呀？老三，别太放肆。怎么，大哥演不下去了？你心里不痛快，胡言几句，大哥不和你计较。往后，只要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大哥，本宫可以一直做你大哥。唉，这兄友弟恭的戏码，太子就不要再演了，本王也演乏了。那景王还想说什么？张印意思，这一局你赢了，但是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。看来你回京果然是为了夺嫡。一个夺字太脏了，太子脱口而出，看来是深谙其道啊。装了10年瘸子，还处处上苦肉计。景王的手段也不输本宫，可惜大言的储君，怎么样也轮不到人屠将军来做。究竟谁才是人屠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你知道母后是怎么死的吗？当年青州一事传回昭京，德嘉皇后上延明殿脱簪请罪。她临死之际，还在为你绣屏风请罪。皇后是将门出身，以保家卫国为念，却生出一个残杀百姓的儿子，她深以为耻。他是因为你，才一跃而终。一个连母亲都认定的罪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本宫争啊？罪人？是非曲直，岂是只有赢家说了算？你从本王手里夺走的，本王会原封不动地拿回来。到时候，谁是罪人，自有定论。刺绣也太难了。是啊，拿针比拿刀都难。上课了，走了。看一下，走。还是没找到有伤疤的人。刺绣乃是大言女子必学之技。我朝德嘉皇后，便是闻名天下的错针绣大师。这幅训子图是德嘉皇后生前遗作。礼部把绣屏请进鸿胪寺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用心观摩，以先皇后为楷模，事事追求精进。哼哼哼！快投降！快投降！还不投降？景和，不可。大言将军的刀只能杀敌，切不可将刀口对准亲人挚友，更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。记住了吗？嗯。
美人们先好生观摩。训子，训谁啊？景王的生母便是德嘉皇后，训的是景王青州屠城之事。他们都说德嘉皇后是被气死，原来是母亲替儿子受苦。刀口不准对向百姓，这些明明都是您教给我的，可是为什么您到死都不信任我，都还在替我求情，替我认错？母后，您为何不信我？快进来。我做的，照你说的，加了山甘草。灯果饼。你是青州人，对不对？我猜对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这几天我看你越发是愁眉苦脸的，你是不是想家了？家的味道，尝一尝。酸吗？不酸。这么苦你也吃得下？苦？你是不是做的时候连同根茎一起碾碎了？我真笨，我应该问清楚的。你别吃了，你给我，我明天再做一次。不苦。苦，你别再吃了。给我。你手怎么了？不要紧的，我做灯果饼的时候不小心烫伤的，我已经上过药了。这么严重？不严重。苦的饼不能吃。我喜欢吃。不苦。我刚才听你说话不对劲，你嗓子怎么了？可能是感染了风寒。只是风寒？其实是吃了这个。这个药丸是用来美白的，只是服用的1个时辰内，声音会变细。他们男人都喜欢白的。去年我阿爹给我寻了一门亲事，但是他嫌我黑，我阿爹气不过，便退婚了。其实我当初应该忍一忍的。我阿爹说，当初再送他几头牛，我便不用来大言和亲了。不用理他们说的，我就觉得你黑的好看，白的好看。你黑的好看。对了，我已经服用了好几天了，你看我有没有变白一点？有。真的？真的。这个药丸有用，你也吃。算了，阿梅已经够白了，不需要吃。我也想白一点。那我就把这一瓶都送给你。我走了。我走了啊。好。对了，阿梅，往后黑的东西都不要吃，吃了黑的东西，
也会变黑的。是黑的东西会变黑？嗯。王爷，这是梅林送来的美白丸。吃。我又不，我又不黑。梅林说服用此药，声音会变细。本王想知道，会细成什么样？那还能变回来吗？变不回来，给你毒成个哑巴。如何？就是嗓子有点干。王爷，猜的果然没错。梅林看到的那个女人，其实是一生变了装的男人。想来那朵芍药花也是为了遮挡喉结所化。男人，王爷，你还是把痒药赐给我吧。放心吧，药效只有1个时辰。王爷，我查到了，之前你看到的教习上嬷嬷的确与东宫有旧。咱们那人跟了他几日，发现他借着教刺绣的契机，在找一个手腕受伤的女人。看来，东宫也在找文华阁跑出去的那个女人。但是咱们现在知道了，手腕受伤的其实是男人，这便抢了先机。王爷放心，我这就派人去排查红炉寺。手腕受伤的女人，东宫既然想找，那咱们便多送她几个。你没事吧？这个阿黛又起晚了，待会儿嬷嬷又要说了。是啊，我们叫她起床去吧。嗯。阿黛，起床啦！若是去晚了，嬷嬷给你记上一笔，可就找不到好郎君了。她和梅林关系要好，说不定俩人早就约好了，要一同去伺候景王呢。阿黛，起床啦！阿黛，阿黛，阿黛。什么事了？公子，梅林，仵作来了。公子，此物为金猴菇，因其外表呈金乌色而得名，多长于大炎地区，吸烟较少。这位姑娘就是服用了此物，故而毒发身亡。红炉寺内为何会采买毒蘑菇？红炉寺一定不会采买毒物的，可能是前几天一直下雨，潮湿的地方最容易长金猴菇了。也兴许是寺里的奴才们怠慢，没有及时把金猴菇给铲除，所以，才会让阿黛姑娘给误食了的。
阿黛是误食了金猴菇中毒身亡，红炉寺内并没有刺客。你记着，往后黑的东西都不要吃，吃了黑的东西也会变黑的。阿黛绝对不会是巫师。吩咐下去，将红炉寺内所有的金猴菇全部铲除干净。阿黛，厚葬。是。害你的人，我一定会找到。为何不怕阿黛？别杀我！阿黛她是自己吃蘑菇吃死的。说实话，不说我要你把蘑菇全吃了。别行，我说，他们让我找个初8晚上离开过红炉寺的女人，那个女人手上有烫伤，我找到阿黛，他们说找错了，可阿黛手上明明就有烫伤，然后他们又让我重新找。他们是谁？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！不是，你是谁呀？苦的饼不能吃，我明天再做一次。我做的，照你说的加了山甘草。你是不是想加了？加的味道，尝一尝。何事？王爷，今日死了一个吸烟美人，右手手腕有伤，是被尚嬷嬷误杀的。尚嬷嬷是不是和我们在找同一个人？是。他背后的人是谁？是不是和屠神真凶有关？只有找到张印的下落，一切才能真相大白。他们知道杀错了人，就会继续找人；他们找不到人，就会滥杀无辜。那就让他们杀我，我去做这个替身，让他们以为我就是文化阁跑掉的那个女人。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阿黛死在我的面前。你去过文化阁，的确是最好的诱饵。